你有没有遇过一种挣扎，就是你知道这件事不太对，但偏偏他开出的条件太诱人了。更糟的是，你还想试着让神点头说，好啊，你去吧，但他偏偏说不可以。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样一位心里很想说服神答应自己走偏路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巴兰。民数记22章1到14节记录的是一场超级政治阴谋。摩押王巴勒看到以色列人打败一国又一国，害怕极了。他不是直接派军队，而是请来一位知名的咒诅专家先知巴兰，出高价聘请他来咒诅以色列。一开始巴兰表面上很属灵，他说我得问问耶和华。结果神当然说不可以，他们是蒙福的百姓。你以为故事就结束？没有，摩押王再派更多更有地位的人，开出更棒的条件来试着说服巴兰。接下来的巴兰嘴上还是说要问神，但心里其实已经摇摇欲坠。杨子恩是一位设计师，刚从一间创意公司离职。他收到2间公司的 offer， 一家是他熟悉的基督徒企业，薪水中等，但文化健康，老板重视家庭与价值观。另一家是某知名娱乐公司，开出2倍薪水，还保证他能升到主管级。他本来心里笃定选第一家，但那晚回家后，他打开冰箱，只看到3瓶奶和半包蛋饼皮。他想到自己老爸退休，老妈的脚不好，还有学贷没还完，或许神知道我家需要钱。于是他很虔诚地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也许我可以去第2家公司吧，我不会被影响的，我会坚守底线。然后他打开圣经 App， 一跳出来的经文是，你不可为钱财出卖义人。他苦笑，好啦，我知道啦。但隔天娱乐公司又打来说，子恩，如果你答应来，我们不只给你2倍薪，还送你一台新笔电和每月健身房补贴。他心跳加速，他又一次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他们再打来第3次，就当是你开的门。就在他祷告完那一刻，他手机又震动了一下，真的是那家公司，而且这次直接说，我们的设计总监亲自请你入职。他兴奋、纠结又困惑，他把手机放下，静下来问神，主啊，你到底怎么看？那晚他梦见自己在设计会议上被要求为一个赌博 App 设计界面，上司说要设计得越刺激越好，让人一看就想点进去花钱。梦里他试着拒绝，结果上司冷冷地说，那你不用来了。
他从梦中惊醒，冷汗直流。那一刻，他才明白，神早已说过答案，只是他一直想找理由再问一次。第二天，他回复那家公司，谢谢你们的邀请，但我已经决定加入另一间公司了。虽然少赚一半，但他心里有平安。几个月后，他发现第二家公司竟因为商业伦理问题爆发丑闻，被网路延上。他心里只想说，感谢主，挡下这条我硬要走的歪路。巴兰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许多人的缩影，嘴上说我要听神的，心里却想尽办法让神说好啦好啦，你去吧。但真正听从神的人，不是问神几次说不才甘愿，而是第一次说不就停下来。巴兰最后虽然表面顺服，但因为心态错误，之后被神责备，甚至连驴子都说出话来警告他。有时候我们一直问神，其实不是因为不清楚神的旨意，而是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个答案。但属神的选择不是看条件多漂亮，而是看那条路是否让你更靠近神的心意。当一条路上铺满了金币，但神却站在门口说不行，你会转身，还是说我只是再问一次？神不缺你成就，他在乎的是你的顺服与心态。